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老刘今年60岁，前一阵子上门牙莫名就脱落了，说话总是漏风。一开始他并不怎么在意，结果门牙旁边的牙也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掉落，搞得老刘十分的苦恼。别人和他说牙齿掉落的厉害，可能是短寿的预兆，急忙跑到医院口腔科挂了一个号。牙齿和寿命相关吗？一般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的28颗牙是每个人不可少的，另外4颗则是后天冒出的智齿，而且智齿的生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终身都不会长出智齿。那么牙齿数量的多少真的和寿命有关吗？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还有研究发现，它还与人的预期寿命相关联。来自丹麦的一项调查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的老人，通过了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追踪，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率分别较拥有20颗牙的老人高出 2.81 倍。另一项瑞士基于全球1万名中老年人的跟踪调查发现，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高出 11.7 年。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甚至可以预测心脏病。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中年时失去2颗以上牙齿，患冠心病的风险升高。该研究由美国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组织开展，为考察掉牙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人员收集并分析了近 6.1 万名45到69岁男女的健康数据，这些参与者均无心脏疾病。结果显示，研究开始时拥有25到32颗牙齿的人中，在研究期间掉牙2颗以上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那些没有掉牙的或者只有1颗牙齿掉落的人高 23%。 在考虑了饮食质量、体育活动、体重和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因素后，这一关系仍然存在。此外，研究开始时，牙齿数量就少于17颗的人比拥有正常牙齿数量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要高出 25%。 研究成果于美国心脏协会年会上公开发布。此前也有专家研究认为，口腔中的病菌感染可进入血液，导致血管内发炎，这一过程同心脏病存在关联。研究参与者杜兰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陆奇表示，考虑到牙齿损失可能是未来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征兆，成年人加倍注重保持口腔健康尤为重要。欧洲心脏杂志的近期刊登了韩国一项新研究，再次证实多刷牙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牙科学院牙科研究所朴信颖博士以及其研究小组，从全国健康保险制度全国健康筛选队列的研究参试者中，抽取了247696名40岁以上健康成年人参与本项的研究。在平均为期 9.5 年跟踪调查期间，参试者中共发生了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心力衰竭在内的重大心血管事件是 14,893 例。对比分析发现，参试者的牙周病取牙数目越多，或者是牙齿脱落越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调节多方面的因素后的分析显示，在常规刷牙的基础上，每天多刷1次牙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9%， 至少每年洗1次牙可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14%。 简单来说，你的牙越不好，相应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也就更高。近期，欧洲的心血管疾病预防指南已经将牙周炎正式的纳入了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潜在因素之中。2. 为什么牙齿会脱落？很多老人认为人上了年纪，牙齿就会松动脱落，
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但其实掉牙真的不是年龄的问题。专家表示，老掉牙其实不是自然规律。当老年人器官功能出现衰退，基础代谢率逐步降低，牙齿和牙周的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最常见的就是患有龋牙和牙周病，这也是老年人老掉牙的真正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8020目标，即80岁的老年人保留20颗牙齿视为健康。对于60岁的人来说，这个标准也是依然适用，但是很多人都达不到。根据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缺牙的约10颗，其中全口无牙者占总数的 20%， 缺牙修复率只有 18%。大部分老人长期都处于缺牙或者是无牙状态。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常见原因：一、牙周病。牙周病是老年人牙齿脱落的首要原因之一。老年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洁能力减弱，同时牙龈老化萎缩，增加龋牙发生率。长时间的龋牙以及牙槽骨吸收严重，都可加重牙周疾病，引发老年人牙齿脱落。二、骨质疏松。老年人骨质疏松与慢性牙周炎发病率呈显著正相关。老年人骨质疏松常有牙槽骨疏松的表现，进而导致牙齿脱落。三、糖尿病。牙周炎和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不仅糖尿病会导致牙周炎的风险增加，牙周炎反过来也会破坏血糖控制，加重糖尿病病情。四、饮食不良。长期喜欢吃硬食、酸性强的食物和饮料，都会导致牙齿脱落风险增加。硬度过大的食物会增加牙齿耗损，酸性食物也会对牙齿造成腐蚀。五、吸烟。香烟中的尼古丁成分会抑制牙龈对氧气的吸收，增加其对致病菌以及其毒性的敏感性。吸烟越多，越易患牙周疾病，导致牙齿脱落。三、牙齿掉落之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面对容易脱落的牙齿，老年人应该如何的提前进行保护，避免无牙状态？一、视情况修复。缺牙后应及时的进行修复。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的缺牙修复方式有活动义牙、种植牙、连桥冠。若是单颗缺失，建议选择种植牙齿，对邻牙的保护性最高，但价格也比较昂贵。二、注意清洁口腔，预防牙周病。刷牙时，牙刷要倾斜45度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这样刷毛才能够接触到需要刷的位置。因为牙菌斑生长的位置就在牙齿的中下1/3靠近牙龈的位置，甚至还长到了牙齿和牙龈之间的间隙中，所以只要这样斜45度，才能把菌斑有效的清除干净。而且要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习惯，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健康的牙齿是幸福晚年的保证。患了牙周炎、龋牙等病的口腔，由于一个细菌的储水池，这些细菌并非永远只是在口腔内活动，它们也会跟着血液和淋巴循环进入到身体其他各个部位，致使那些部位遭受感染而引发多种的疾病。因此，生活中注意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